亡。我看一下现场。檀木。少卿，大人，这杜城的鞋子和秦完那儿所发现的脚印一致，还有这个箱子。这个箱子一看就不是杜城的，一个散将怎么可能用檀木的箱子来装杂物呢？所以那天杜城晚上借送兵之机敲开了秦完的门，杀人越货。可是，袭击了少卿和阿里巴巴的人又是谁呢？当时杜城也已经死了。杜城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说明不是为人所杀，而且他死时正在化伞，说明对屋里的人并没有防备之心，只怕是与他杀秦完的同伙。那人也可能是杜城死后出现的，这就说不通了。对不起，怪我罪大恶极，要不是我，说不准那个人就抓住了呢。少卿大人，杜城是画院的人，是。画院，你看，画院里都是良师名将，杜城一个散将和画院有什么关系？我见他死前在伞面所画，画工非同一般，颇具功力气象，所以怀疑。果然，在画院的卷宗中找到了杜城的档案。卷宗上说，杜城在几年前画壁画时，不慎从高处坠落，伤了腰背，连带双手皆废，已经无力作画，才被迫离开了画院。我见他铺中其他伞面所画，都是软弱无力、暗淡枯索，倒是也符合受伤之说。可是，他死前所画的那幅却是截然不同，倒是更胜他受伤前所画的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怀疑是午时伞，服食过量。服食过量。少卿，怎么样？少卿，少卿，这儿的巷子和窝棚太密了，实在是不好找人。哎呀，我问了许多人，不管是汉人还是胡人，都不认识一个姓陆的送水的。呀，少卿，我曾在码头追一个形迹可疑、烧账本的人，我追到一个死胡同，那人就不见了，很有可能是老陆，他家就在附近，所以我才抓不住他。走。怎么了，陈氏？你的荷包和当铺老板的荷包是一对儿了。如果东西真的是俺哥放了，俺哥咋会和你用差不多的荷包？这荷包相似，很正常。不对，你刚才说过，你的荷包是你阿娘修了。你真的认识俺哥吗？陈实，其实我还真的挺喜欢你的。你常让我想起我弟弟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那先走了。
你醒了？你到底是谁啊？你和那些贼都是一伙的？那木盒也是恁偷了吧？你其实并不笨，只是太容易相信人。那恁偷东西都算了，为啥要杀人啊？连同伙都不放过？因为刘福该死。陈实，你是个好人，所以我愿意告诉你，为什么刘福非死不可。我还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不需要、最不能做的，就是好人。我们几个原本是国战后退伍的老兵，包括刘福，为生计发愁，才来到码头做工。不想河道淤塞，竟然连在码头做工也养不起家人老小，不得已才做了贼。那晚，兄弟们像往常一样，蒙脸去摸船上的货物。怎么回事呀？别废话了，先拿走。我们存货分货就在龙王庙，那儿离码头近，平时也没人去，所以有货就都先放在那里，从没出过岔子。这次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木盒子。是谁让你们碰这批货的？刘福，不是你在货板上留了记号吗？我什么时候留过记号啊？谁想陷害我？总之这批货不能动。刘福，什么东西这么稀罕啊？哥几个都不能看了。干什么你们？走我！放开我！你的手里怎么会有这个？那这到底是啥呀？我不知道。最可笑的就是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只知道，当年打仗的时候，有一队军官冲进了我们的营帐，搜了个底朝天，而这东西就平白无故地出现在我弟弟的床铺上，我弟弟就被判了一个贪污占礼品、倒卖军需的罪名，就当场被军法处死了。放开我！不是我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，根本就不是我。哥，救我！救我！大人冤枉啊！我们苦战多日，昨天才小胜一场，捡回一条命。他太年轻，求你饶了他这条命吧。我弟从小一个谎都没撒过，他怎么可能偷人东西呢？大人，饶了他吧！大人，饶了他！这军官，他真残忍啊，一点道理都不讲啊！这荷包是我俩出征前阿娘亲手绣的。阿娘的眼睛不好，她对着油灯绣了2宿，
说要保佑我们百战百胜，不求衣锦还乡，只求平平安安。没想到，我们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平白无故的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。不仅这样，由于我们拒不认罪，明明我们出生入死，攒了不少军功，却领不到一个子儿的饷银。退伍之后，更是求生无门。大哥，那阿娘了？阿娘的眼睛早就哭瞎了。他们不是冤枉我们是贼吗？我们就做贼给他们看。世道不公，这点清白能值几吊钱？能抵我弟弟的命吗？但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罪魁祸首竟然是刘福。我们怎么可能饶了他？这华子他是无辜了呀！那就怪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又不肯交出来。人为财死，他不冤。别，陈实，你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陈实，别过来！别呀，鸽子！别动！别动！放开！爸爸，放开！那东西是个祸害，谁也不敢得到它。少卿大人，案卷已经留底，此案虽破，但却仍有疑点。老陆交代，刘福死前拒不承认自己在护板山留下记号，不过想来也是，刘福不可能不知道此物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，确实没有必要这么做。那么又是谁留下记号，让老陆等人夜里去行窃的呢？此事确有疑点，再接着查查。是，都是俺一心找俺哥，才会被老陆劫持，还得大伙来救俺。陈实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可以说是不知不觉充当了诱饵的工作，要不然这案子也破不了这么干净。你那个反擒拿练得挺好的，案卷中此案环环相扣，少一个人都破不得。哎，我们这是沆瀣一气啊！这个案子，要说有功，人人都有；要说有过，恐怕也一样。但最终是破了案，这就证明明镜堂的每一个人都缺一不可。陈实，我问你，还要走吗？俺想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草草了事儿。俺不能飘飘忽忽的给大伙添麻烦。俺也想，往后要是见着俺哥，俺能成为
他的依靠。这是自然。你也要多加练习，争取早日考入大理寺。你们几个也别闲着，多加教导。但是注意分寸啊！是，哎是。干嘛呢？啊？做赤口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忍，做司职也是一样。老兵说了，练功练得懒，打仗输得惨，何况天有不测风云。人有旦夕祸福，你平时下功夫才行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不出了。别动，稳住！别动！你呀，你别学什么顺口溜了，我还是叫你易容吧。陈实，勾股定理，了解一下。啊，是啥理啊？哎，陈实。小娘子，这下都是您平日里喜欢吃的。娘子和老爷说，让您吃完了过去喝茶。知道了。这个吧。小娘子，您别皱眉，多好看。知道了。女儿请父亲母亲用茶。请。圣寿节的宫宴，你为何不来？女儿不擅长这样的交际，而且大理寺李炳不是去了吗？大理寺没有必要去2个少卿。李炳重返大理寺，他原本在大理寺中根基颇深，圣上又十分看重他，观其言行，只怕将来大理寺卿的位置也非他莫属。你更要多多走动，以为父的面子，害怕将来没有依托吗？这个李炳确实颇有才干，他要是真当上了大理寺卿，也不足奇怪。只是女儿为官这些年，也确实非常用心。作为大理寺少卿，女儿也不比这个李炳差。而且女儿也不想拖着父亲的脸面，左右逢源，忝列其位啊。哼，说的倒是好听。为父若不出面，你处处和禁无卫的邱大人作对，就不怕将来人家伺机报复你吗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邱庆之是朝廷的红人，不结交也就罢了，怎可处处与他为敌呢？那确实是他自己先挑衅大理寺的。那我身为大理寺少卿，好了，要不要给你换个去处，在兵部安排个闲职，省得你到处给我惹是生非。父亲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
秦儿她难得回来，别老是跟她横眉冷对的。当初秦儿一意孤行，非要去考大理寺，倒也当上了少卿之职，做的又很是不错。你又何必非要在此时违她心意呢？再者说，我们家秦儿也长大了，再过2年呀，也该寻上一户门当户对的好亲事了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还管他什么少卿不少卿的。父亲母亲，女儿身子不爽，先告退了。你看看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委托并没有完成。委托是吧？但是我们的合作还是可以继续的吧？为什么？你要找的东西，显然还有别的人对他感兴趣。现在你在明，他们在暗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都会处处掣肘。我也想抓住他们，那敌人的敌人，自然也就是朋友了。怎么，李少卿也会虚与委蛇吗？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儿，我能完成你不能完成的事儿，咱们互通有无，对大家都有好处啊。好，那我不妨直接告诉李少卿，我要找的东西，跟一个叫杜子虚的人有关。杜子虚？3年前，礼部尚书身染重疾，行将就木。遍寻名医无果，眼看沉疴难起，一个叫杜子虚的人出现，治好了尚书。而他之所以能治好尚书，据说是用了一种神药。这个杜子虚，到底什么来历？没人知道他的来历，只知道他是个西域人，在治好了尚书后便被藏匿起来，再未露过面。良医难觅，他这么做也不足为奇吧？但奇怪之处在于，曾经为礼部尚书医治过的医者都说，尚书根本就不是生的什么真正的病，而是年老体衰、大限将至而已。所以所有人都想知道，杜子虚究竟是用什么治好了尚书。难道这就是那个药？就是个药引子。阿里巴巴，我随少卿休假。公文暂时不要送了，等少卿回来再说。胡四，关，哎呀，关雎鸠啊，关雎鸠，在贺之州，窈窕淑女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！君子好逑，好逑。听了这么多遍，我都快背下来了。也不怪你
阿里巴巴，你教他点简单的不行吗？这谁能记住啊？哎，不，是345穴，穴就要从根本的学起。啥？况且连你都记住了，陈氏有什么记不住的？哎，真是，陈氏，你除了死记硬背，你还要设身处地的想想。你看，一个春天，一只鸟儿在春光里呱呱，就像你刚才一样，呱呱地叫着。另一只鸟儿听到了它的叫声，也呱呱地应和着。它们比翼双飞，飞蛾扑火。小河边，一个美丽的姑娘被鸟儿惊动，抬起了头。一个路过的少年看到了她，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若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你懂了吗？确实不懂。你都真厉害了，还考不过，这关把到底有多难啊？哎呀，姐，阿里巴巴，这上官少卿休假，你又开始发春了？哎，你瞎说什么？你阿里巴巴啊，这个是上个案子的概要，麻烦给上官少卿送去。啊！陈实，麻烦这份给少卿大人送去。哎，走。慢点，急什么呀？关关雎鸠，载荷之舟，窈窕淑女啊，窈窕淑女还是这句。君子好逑。君子好逑。陈实，走了，陈实，俺先去了。哎，碎了，笨，走了啊。阿里巴巴，我随少卿休假，公文暂时不要送了，等少卿回来再说。胡死！鱼。上官少卿，李少卿，今日不是在休假吗？正是，这不是有些公务，我还是放心不下吗？难得。好说。嘿嘿，李少卿，李少卿啊，今天，哎呦，侍郎大人。哦，上官少卿也在。怎么，您觉得我不应该在吗？那倒不是。只是觉得上官少卿今天这身装束，上官少卿今日原本是休假的。既然我已经来了，就是不休假了。有什么公事，直说吧。好，请。哎，快走。怎么样，阿里巴巴，好交上没有？不是。你能不能别总用胡话打马虎眼啊？哎，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，你呀去求求崔贝，
让他围着上官少卿呢转上一天，保证上官少卿这一天灾祸不断，能给你创造出很多英雄救美的机会。别这样，我能听见。若有人西山之恶，必霹雳西带女落。这又是哪儿的诗啊？这回念的是楚辞啊。等会儿不喝了，出案子了！上官少卿和冰叶都过去了，快！上官少卿也去了，快！走！啊，就是前面这个院子。快！死者是何人？死者叫秦蛮，他是国子祭酒秦书的胞弟。此处啊是秦家的别院，不然我们也不可能请你们大理寺的帮忙啊。国子祭酒是啥呀？国子祭酒是官名，主管太学。哦，就大官呗。什么人发现的？是猫，是这附近的一个住户人家，在天快亮的时候听见了猫叫。什么时节了还闹猫啊？这是遭劫了？太奇怪了，这死者死的也奇怪。在里面。啊。那这现场可就劳烦你们大理寺了。辛苦。小心！这不是咱大理寺的仵作吗？他啥时候来了？俺怎么没看见他？老白是大理寺最神秘的人。你不用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，也不用管他是什么时候没的，反正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一定在。这猫是吸了人的血，应该是附近的野猫，被血腥味所吸引，才让人发现了尸体。我先出去一下。抱歉。少卿，脖颈上有明显的勒痕，但还不至于致命。真正致命的是胸口的这个刀伤，死亡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天。上官少卿，怎么了？你跟着我？啊，这是薄荷膏，涂一点可以形神祛秽。好，谢谢。酒，什么味儿这是？
武士伞，人死前服食过武士伞。武士伞？王七、孙豹，你们去附近打听一下这个人。是，是。少卿，你看。少卿大人有法见。走。在这边。怎么了？有人踩着这个箱子越了墙，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如何？我们在附近打听了一下。这个秦婉好像十分孤僻，少有人见他出现，而且没有人知道他是国子祭酒的弟弟。但有一点很奇怪，这升平坊在城内呢是冷清荒僻所在，秦家又是有名的望族，以他的身份，秦婉怎么可能住到这里呢？据刑部侍郎所说，秦婉因犯了族规，败坏门风，被太学退学，甚至被秦叔逐出家门。于望族而言，被逐出家，等同于流放。那这秦婉到底犯了什么罪过？据说是和武士伞有关，大概是秦婉服侍成性，行为荒悖，故而遭诛。不是，各位，等等，所以武士伞到底是个啥呀？武士伞啊，你们听说过炼丹吗？炼丹？哦，听说过，就是仙丹嘛，吃了能让人成仙的那种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真的神仙啊？不过确实有方士耽于神仙之说，以金石为饵，妄图炼出什么仙丹。仙丹自然是炼不出，所以就有了武士伞。所谓的武士伞，其实就是笼统之称，主要就是由那些性质燥热的药食配制而成，其中不乏有硫磺、雄黄、朱砂等猛药。说是服了之后啊，可以精神振奋，甚至通玄两道，得窥神仙境地。但这些都是妄言，所谓的了道通玄，不过就是中毒之后的幻觉。可是朱砂、硫磺这些都是毒药啊，人咋能吃这些呀？是啊，酒也是毒药啊，也有些人爱喝嘛。戒了，戒了。哎，小心！孙豹，你没事吧？不止如此，或许是因为有神仙之说加成，武士伞在这1、2年尤为流行，甚至成了风尚，有不少人为其荼毒。那这么说来，这秦婉是个败家子儿。国子祭酒秦书掌管太学，治学之家严谨，怎么就有这么个弟弟？你们绕来绕去，没有人说重点。重点是这些脚印，这是一起凶杀案，而且凶手越墙而出，很有可能就是留下脚印的这个人。找到他才是问题的关键。上官少卿说的对，可有什么方向？我自然有我的方向，不过李少卿先说无妨。我建议啊，先从兵开始查。兵？武士伞药效猛烈，必须加以散功，如若不然的话，便会内火攻心，极为难受。而且经常服食的人呢，皮肤会极为敏感，不能穿新衣，只能穿旧衣。包括我们刚才看见的那具尸身，他宽衣解带，也是因为如此。而若是要散药的话，一般会选择睡凉榻、服寒食和冰酒。对，冰酒。所以我建议，可以先从冰查起。而且冰不易储存，应该随取随用。所以昨天踩这个箱子进屋的人，极有可能是来送冰之人。送冰？而且这箱底格外湿，应该是经过1夜冰化了。好了，既然都已经有线索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去查吧，说不定找到那个人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好，那我们兵分2路，陈氏跟我走，其余的人由上官少卿差遣。也好，那我们就从冰的情况开始入手。
好，我去秦府看看，希望能有什么新的线索。走。哎，走吧。爹，上官少卿今天不是休沐了吗？他的上官少卿今日突然结束休假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倒是听说，他父亲上官尚书对他在大理寺任职很是不满。咋会啊？女官多稀罕啊！我们是这么想，但不一定所有人都这么想。上官少卿是适逢圣人召聘，又经过重重考核才进入大理寺的。其实比我们寻常男子为官更为不易。他也是真心想当好这个少卿。哦，去秦府。啊，走。前辈，升平坊附近有几处兵局？3处，青鱼街、七里街、斜柳巷各1处。阿里巴巴记住了吗？啊，升平坊附近一共有几处兵局？哎，怎么？你知道？3处，七里街、青屿街、斜柳巷各1处。好，那就逐一的查吧。大人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秦婉此前身在太学，彼处也是一条线索，值得去查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分兵2路去查，效率会更高。大人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哟，那太巧了，此处正进七里街兵局。大人就近，我们去太学。好。阿里巴巴，你协助少卿大人，定要用心啊！哎，我走吧。怎么了？饭没吃饱？走这么会儿就累了？我从没想过能和上官少卿一起查案，心里难免啼笑皆非。啼笑皆非？我又说错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不用多说了，就像平常一样，正常就行。保持距离。客官来看看酒啊！哎，你干嘛？那还用说吗？成人之美呗。这阿里巴巴平日天天的单相思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能跟上官少卿共事，咱们不得给他们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吗？就怕是弄巧成拙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在扬州的外号那可叫赛媒婆，你就瞧好吧。那你瞧我呢，这成人之美呗。这阿里巴巴平日天天的单相思，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机会能跟上官少卿共事，咱们不得给他们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吗？就怕是弄巧成拙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在扬州的外号那可叫赛媒婆，你就瞧好吧。那你瞧我呢，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伴儿。你这面相凶。别跑！越跑他越咬你！哎！师傅！哎！别过来！哎呀！哎！你的伴儿，我再也不跟你出案子了。哼，缘分。嘿嘿，缘分。二位找人吗？大理寺少卿李炳，找秦大人，麻烦通传一声。哦，我家大人正在讲学呢，二位请稍候一下，来，随我来。啊，这边请。
二位请坐。我去给二位倒茶。你请。你请。二位大人，请慢用。这东西一震就碎，碎了的话就快。咱卖的是冰，不是卖水。哎，好。来看看鲜花了。哟，看看啊。来，两位官爷，光临小号是来买冰的吗？不买冰，来茶点室。哎呦，有什么事儿，两位官爷尽管问。在你们这儿买冰可有记录？昨日可向一户姓秦的人家送过冰？姓秦的，敢问是几时之事啊？大概昨日午时。没有，昨天午时以后啊，小店啊就关张了。老板，冰底子今天还有人来收吗？哎呀，今天看来是不会有人收了，可惜了了，清了吧。哦，好。等等，稍等，我再问两句。老板，这冰底子是什么？回官爷，小号的冰啊是论窖卖的，这窖一开呢，就得整窖卖出。要不然零敲碎打的，这冰都不够化的。所以想买冰的人就要提前约票，凑够了一窖之数呢，我们小店再开窖放冰。但是呢，这也就是个大概，还会有一些冰啊，剩下的掺沙假草的，就是冰底子。我刚才听那伙计说，这冰底子似乎有人收。冰底子嘛，便宜点就处置了，有捡漏的。那昨日可有人收过冰底子？有啊，一个叫杜成的散匠。散匠有何用冰之处？官爷，他就是个吃药的。药？就是50散。谢老板。哎。谢先生。他。二位大人，我家大人有请。秦大人，见过秦大人。李少卿，少卿是为秦完的事而来。请大人节哀。节哀倒也不必，秦完已经被逐出家门，和本家已无关系，不算我秦氏中人了。他在外面又惹了什么事情，做下祸事，丢了性命，都是他自己的事情。少卿尽管去查，但我这里已无甚可说。这样的话，少卿还有事吗？没了，有事再来叨扰。吴伯，在。二位大人，请吧。我送。吴伯啊，
我看你面有难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事儿。此次大理寺来啊，是为了秦二公子的事。那可知道二公子是被何人所害啊？正在查。哎，吴伯若是方便，可否聊聊？此处僻静，大人要问什么，您请说。不过，小的府内还有些差事。吴伯放心，不会耽误太久的。哎，我们就是想知道，秦二公子平日里是什么样的，为何会被逐出秦府？二公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谁成想会……我家大人是一心想让二公子成器的，但二公子他小子性子弱，不爱读书，只爱音律。为了让他上进啊，我家大人多少是管得狠了一些，但是管得越狠，二公子越是害怕，越往回缩。不但学业上没什么长进，倒落下了一个期期爱爱的毛病。啥是期期爱啊？就是口吃。哦，既如此，便越发见不得人了。我家大人也渐渐的死了心，听之任之了。可后来有一阵子，二公子突然发振了起来，人也精神，书也读得进去了。大家都以为二公子这回开窍了，大人也甚是欣慰，便举荐二公子入太学，还求了鸿胪寺卿大人为举荐人，带二公子登门拜谒。可就在拜谒后不久，大人便将二公子逐出了家门，说是二公子在人家府上出了大丑，因为服食过量。此时我家大人才知道，二公子早就在暗地里服务失散，此前的种种迹象都是因为服食所致。我家大人是国子祭酒，掌管太学，这德行便是脸面，家中出了这般事情，于是，那当初是出了什么丑？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。那秦二公子被逐出府之后，您还见过他吗？我偷偷的去见过他几次。可怜呐，再怎么说，二公子出身名门大户，自小就没有被琐事烦心过。可被逐出府门之后，栖身在荒僻的别院，也没有个伺候的人，处处是一塌糊涂，落魄至极呀。而且没有了家人的约束，性子也越发狂悖了，服食的毛病也没改。说句不好听的，那简直就是个疯子。谁？二公子啊，是我来看你来了。二公子啊，公子，你叫我也配？你怎么这个样子了？公子，你还在服食吗？不要再吃了，伤身呐！滚！不要管我！滚出去！公子，滚！可惜呀，二公子怎么也戒不掉这50散，否则我家大人兴许能让他回来，也不至于落得个死于非命的下场啊！哎，崔贝，你在太学的时候不是经常能考第1名吗？要不然你来问话吧。我不善问话，还是在外面等你们吧。你不见见同学啊？啊？
我在这里等便是。走吧。今日的课也太多事啊！觉得今天很好啊，走吧，觉得今天好难啊。哎，大理寺办案，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。你们认识秦完吗？秦完啊，国子祭酒的弟弟吗？知道。没什么印象了，除了说话结巴。他不是退学就成亲了吗？死了？听谁说的？是什么？后来在大街上我还遇到过他，大变样啊，也不结巴了，我还纳闷呢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不知道。哎，别问了。大理寺，难不成你们是和崔贝一起的？哎，怪不得呀，崔贝能在太学考第一。这么一看，他才是太学里最聪明、最正常的。哼，秦完，真是没想到。这秦完在太学读书的时候情形如何呀？这秦书秦大人呢，是您的顶头上司，您不方便开口，无妨，我们呢绝对保密。对，您照实说就行。要说秦完，怎么说呢？除了天资略差，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，生性沉稳，不善交际，这也和秦大人的管束有关。这秦完在太学可曾有服食的毛病？服食？二位这是说什么呢？其一，太学是什么地方，怎么会容忍这种事情？其次，秦完是秦大人的胞弟，他怎么敢？如你所说，秦完真是一个无趣的人啊！啊，这么说倒也不是。什么意思？秦完平时不爱表现，只是有一次休末假日，我有一点私事来学堂，竟意外听到书肆内传来一阵琴声。那这秦完弹得如何呀？很好，高山流水，风清月季，只是有一丝郁郁之气，和他之前的性格真是判若两人。哦，大人，您知道秦完因何退学吗？这个我便不好多说了，二位还是去问问鸿胪寺的寺卿大人。多谢大人相告。没事，我有什么说什么而已。二位，你们可知道崔贝？崔贝，他就在我们大理寺啊。他现在可好？大人怎么问起他来了？崔贝当真是个不一般的学生，我听说他后来去了大理寺，便问问。崔贝很好，大人不必挂怀。啊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啊，你在太学的人缘这么好，这么久了还有人惦记着你呢。是吗？走吧，走吧。走。脸脸不止这么轻狂，还是窝血相伴。哎，我让开！啊！有人吗？
干什么？我怕你殃及无辜。什么殃及无辜？不会说话别说。啊，有错了？错什么错？你赶紧的，去把民警堂的人叫过来。啊！把头抬起来，丢不丢人？我问你丢不丢人？丢不丢大理寺的人？你张什么嘴？你要说什么？哎，阿里巴巴也太惨了。你就别看别人热闹了啊。中。此人身上并无外伤，只是腰背处有过老伤，两手的筋骨不便发力。我在他的嘴角发现了50散，跟上次那具尸体情况一样，所以我初步断定是中毒而亡。我看下现场。檀木。鞋子和秦完那儿所发现的脚印一致，还有这个箱子。这个箱子一看就不是镀成的，一个散将怎么可能用檀木的箱子来装杂物呢？所以那天杜城晚上借送兵之机敲开了秦完的门，杀人越货。可是，袭击了少卿和阿里巴巴的人又是谁呢？当时杜城也已经死了。杜城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说明不是为人所杀，而且他死时正在化散，说明对屋里的人并没有防备之心，只怕是与他杀秦完的同伙。那人也可能是杜城死后出现的，这就说不通了。对不起，怪我罪大恶极，要不是我，说不准那个人就抓住了呢。少卿大人，杜城是画院的人，是。画院？你看，画院里都是良师名将，杜城一个散将，和画院有什么关系？我见他死前在伞面所画，画工非同一般，颇具功力气象，所以怀疑。果然，在画院的卷宗中找到了杜城的档案。卷宗上说，杜城在几年前画壁画时，不慎从高处坠落，伤了腰背，连带双手皆废，已经无力作画，才被迫离开了画院。我见他铺中其他伞面所画，都是软弱无力、暗淡枯索，倒是也符合受伤之说。可是，他死前所画的那幅却是截然不同，倒是更胜他受伤前所画的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怀疑是50散，服食过量。服食过量这说得通，可50散有这等功效，闻所未闻啊！服食能提振精神，但又能治残疾，这不成仙丹了吗？啊，不管是不是50散的功效，我们能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一个双手无力的人是没有办法在秦完的身上造成那样的伤口的。这么说起来，就是有同伙。上官少卿，箱子中有几张欠条，秦完跟别人借了钱，但借钱是需要保人的。这保人是谁？这封帕子是专门用来保护秦贤的。我听秦府管家说，秦完有一个爱好是抚琴，琴帕在这儿。那秦呢？秦完爱琴，我们在太学查案的时候，有个学证也提过这一点。那这个放贷的人就很有嫌疑。如果这柄琴十分贵重的话，
这个放贷的人很有可能是见钱起意，而且伙同杜成劫财杀人。我去查查看，谁也别跟着我。说的就是你。去啊，去，快去啊！哥，山管烧警说谁也别跟着，说胡四呢。阿里巴巴，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啊？少卿都发话了，赶紧的，有打猎。是啊，快去快去，走去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对了，少卿，那个学政说想知道更多秦完的事，就去找红炉刺青。我们现在就去查。好，去吧。是。阿斌，咱去查啥呀？伯牙挥手，钟期听声。啥？咱还念诗了呀？不是，秦完的家教非常严苛，他唯一的排遣和爱好就是抚琴。那他是抚给谁听的呢？那意思是……还有一件事啊，我们之前在秦府，那个管家说，秦完自从被逐出府之后，居住的是一个僻静之所。但咱们上次去看的时候，那个小院分明曾经生机勃勃。一个被逐出府的瘾君子，有心思打理院子吗？这事完全说不通啊。还有件事，这个是50散的残留，和秦完处发现的相同。这，看来想要搞清楚这件事，得去找一个人。谢谢啊，大爷。没事，蔡监付了就行啊。那好了。哎，小伙子，谈情说爱大胆一点，别鬼鬼祟祟的。哎，放心吧。本是2期啊，历时3厘，期是半年。本息一共还4两8，你这连利息都不够啊！要不这么着，你们家不是有2亩地吗？我不要你的地，你呀把下半年的收成折给我，我算你办3个月的利息，怎么样？琢磨琢磨。好。早点回信啊。好。也是留钥匙？是。这位贵人找我有事，典当还是借钱啊？这借条是在你们这儿开的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秦完和杜成都死了，这个真是没想到。干嘛？贵人不会以为我杀人吧？没有那必要。实不相瞒，干我们这行的啊，贵人，活人才能要账，死人上哪儿挣钱去？再说了，他们压在我这儿的东西还有饶头呢。什么东西？莫非是秦？贵人想知道？说，那不能白说。那个贵人怎么着也得意思意思点吧？意思。你是想管我要钱？多新鲜呢！这事儿对贵人重要吧？但凡重要的东西，它就值钱。木有白说的道理呀！我可告诉你，我是大理寺少卿。抵在你这儿的东西和命案有关，有可能是很重要的证物，
哦，你理应帮助大理寺办案。哦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一个正经守法的商人，我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生意人，这总不违法吧？来人呐！大理寺少卿要打人了！贵人，给钱我跟你说。你放开我！给钱我说。给我等着！小气罢了。两位贵客，典当还是借钱啊？太过分了！要不是我出门匆匆忙忙没有带钱，输这个气。贵人留步！贵人，怎么了？你干什么你？哪儿呢？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就没长眼，小的不是人，小的是小人，小的不是东西，小的王八蛋，小的就是个流氓。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小的就要跪在这儿向贵人告罪呀！小的就是个王八蛋狗屎啊！实不相瞒，他果然是押了一把钱，但是昨天就被一个女人给赎走了呀。赎走了？后面的事儿小的就完全不知道了。不过那女人留下了一个穗子，穗子呢？穗子，是这个吗？路上掉了，大人请过目。这就是那个女人留下来的东西，是小人私藏的。贵人，您就别生气了哈。你起来说话。贵人，那小的就此滚蛋，小的滚蛋。大人不要跟我计较啊。小的滚蛋，滚蛋。走。是啊。这是啥地方呀，兵爷？我带你去见个线人。线人？啊。他是，俺叫陈氏，我所有的事儿他都可以知道。你就放心吧。什么事？哦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东西从哪里得的？你先说知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？除了没有药引以外，这就是肚子虚的药方，已经十分详尽了。药引？那不就是你之前找的那个东西吗？秦大人家门不幸啊！大人，我们来就是想问问您，当初秦大人找阁下是为了找您给秦完做举荐人吗？是。大人，我们想知道那日拜谒之时都发生了什么呀？这还望大人明示。好吧，说起来，为师有些不堪呐。那日秦大人携秦完来，照例呢应该有个考教，我问他答，考一些日常功课，试试学养。所谓唯才是举，总要有个样子嘛。倒是那秦完却显得异常紧张，期期艾艾，一句话要说上半天，委实有些尴尬。秦大人的脸色呢也是异常难看，见他这么不清楚，索性我就不问了。倒是秦大人不依不饶，非要让秦完把准备好的文章背与我听。
见他如此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倒是那秦完听了秦大人的话之后，出去做了件事。啊？什么事儿啊？借口如厕，出去了一趟。尿遁？非也。回来之后，秦完、判若两人，异常兴奋，倒是不胆怯了。我辈若有人兮，山之阿；披壁立兮，带女罗；借寒地兮，又一笑；子木鱼兮，善窈窕。荒唐！我要你背的是这个吗？啊！鱼处幽篁兮，终不见天；路险难兮，空自来。山中人兮，方度若；饮食全兮，因松柏。那日他背的是山鬼，文章背的是颠三倒四，任谁都看得出不对劲。可他仿佛浑然不觉。我正不知如何收场，此时秦完山秀兮，于山间，石类。大人，那他到底怎么了？他失禁了。啊？什么失禁了？失禁？若不是涉及命案，这件事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秦大人太要脸面，对秦完管教又过于严苛了些，恐怕失之于焉呐。当时他可是服了50散。事后想来，应该是如此。不过，我本以为他们兄弟能够重归于好。大人为何要这么说？月余前，秦完曾来找过我。那他找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样子倒是很正常，虽然有些口吃，但大方了许多。他还说他已经不再服食了，想让我做个中间人，跟秦大人聊聊，好早日回家。我呢，也乐意成全。那这么说，这兄弟二人又见过面啊？是。不过现在想来，秦大人应该是没有同意让秦完回家。药引到底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几乎没人知道，但他才是关键。没有他，便是50散；有了他，才是杜子虚的神药。据说，它是某种动物的骨头，有着不可思议的功效。可以让一个双手残废的人重新拾起画笔吗？应该可以吧。你从哪里得来这瓶药的？从一个瘾君子处。人呢？已经死了。那他的死一定与炼药有关。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破解杜子虚的方子，却没有人成功过，而你所带来的，已经是我目前见过最接近的了。你要找这个药物干什么呀？是为了求财，还是治病呢？不会是想要不老吧？这个药现在已经牵扯出太多人命了，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不想把你请去大理寺一趟。少卿不必吓唬我，告诉你无妨。我要找的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。我父亲有一条船，偶尔也会做一些不太一样的生意。比如？
比如运送一些不太方便的东西或人。3年前，他接了这样一单生意，接一个人上船，然后他便与那个船客一同被害了，而那个船客就是杜子胥。原来如此啊！那你为什么又一直在查一枝花？因为他与杜子胥之前在同一所监狱。那李少卿又在查什么？一桩我父亲生前办的案子，与你要查的事情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李少卿不必客气，我既然告诉你这些，便是相信少卿的能力。若是你查到凶手，或找到那样东西的话，会立刻告知你的。有人吗？唉，想想就难受。一个人得被逼成什么样才会尿裤子？你既然不喜欢，不做不就得了？没那么简单。人性有强弱之分，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别人，总有人想要委曲求全而不自觉，甚至不觉得恃强者有错，反而诿过于己。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秦鸾从小就被气兄严苛对待，性子已经畸形，所以才会负尸。王熙，你方才说秦鸾被逐出府之后，还去找过一次鸿胪寺卿大人，那个时候看起来很正常，而且说自己不再服食了。是，服食成瘾者应该很难戒断吧？若如方才崔贝所言，他服食是因为性子受压扭曲，需要通过服食来排解，那这是心病啊！心病不医，怎能断食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或许是秦鸾在撒谎。倒也未必。少卿的意思？若如方才崔贝所言，他服食是因为性子受压扭曲，需要通过服食来排解，那这是心病啊！心病不医，怎能断食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或许是秦鸾在撒谎。倒也未必。少卿的意思是，如果他真的断食了，阿里巴巴，你怎么一个人？上官少卿呢？跟丢了。不是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万一少卿遇到了麻烦怎么办啊？我也不想啊，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什么不可雕？少卿大人，少卿大人，案子已经有眉目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寇娘。秦鸾押了把琴在放贷的刘道士那儿，你赎了回来，然后琴被抢走了。是杜成让我去赎的，钱也是他给我的。那你和杜成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
那把琴是什么琴？奴家不知，但好像很贵重。杜城只是一个落魄的散将，怎么会有钱给你去赎琴呢？我也不知道他钱是哪儿来的，他让我去赎琴，我就照办了。你可知杜城服食？知道。知道，你怎么还要和他在一起？我一个弱女子，既然委身于他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况且我一直觉得他能改，所托非人，岂不是白白耽误了自己终身？寇娘，你可曾认识秦婉啊？听杜城提起过。他们之间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我只知道，他们之前好像经常在一处服食。之前是在秦婉那儿，因为杜城其实没什么钱，有段日子他刻意讨好秦婉，说他那里的食散更好更纯一些。竟然还有蹭食的。杜城说，好像秦婉的食散都是自己炮制的。秦婉的自己炮制无食散？对。杜城说，秦婉是把五石散当成药在炼，觉得可以治好自己的病。后来呢？后来，秦婉和杜城便逐渐疏远了。这是为啥呀？好像是有个药贩子想买秦婉的方子，托杜城当中说和，秦婉不肯，所以是了，定是这个药贩子，求方不成，就伙同杜城杀人，然后杀了杜城灭口。我查过杜城此前的腰伤，就是找一个药贩子拿的药，是个姓赵的大仙儿。升平坊附近的五石散都是出自他手。原来同伙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就查。上官，你就是所谓的赵大仙儿。你们是何人？请阻我白日请神。天人下凡，接引之人已到，终日降龙伏虎，多看天理。今日要成了，成仙去也。五石散，拿下！上！怎么力气这么大？还未成仙，药力不够，再来。孙豹使点劲儿，死沉的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一次让上官少卿抢了位吧。你怎么样？上官少卿，秦婉将五石散藏在了琴中，这是残留的粉末。如此看来，他真的为了夺五石散，要了人性命。或许可以结案了。怎么？
没有。此案得以告破，上官少卿当居首功。那是自然。我身居大理寺少卿之位多年，破个案子不在话下。北野，你在想啥了呀？这个案子好像都说得通，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别动，别动！你看这个，看，这根弦换过。大人，案件已了，你也可以回去了。是大人。回去之后好好休息，女儿当自强，别再委屈自己了。奴家知道了，大人说的是。哎，大人，大人探案时既然见到了琴，那可曾见过一条琴穗？琴穗？你说的可是这个？正是，这是奴家亲手做的，还给你。谢大人。要不是这个琴穗，我也找不到你，也破不了这个案子。秦完的琴上怎么会有你做的琴穗？啊，当初杜丞想拉拢秦完，于是便想用这个讨好他。挺漂亮的。冒昧的问一句，这个琴穗上的花纹是什么？是杜若。哦，奴家只是单纯的觉得它好看罢了。那奴家先走了。谢大人。多保重。出来啊！干什么你鬼鬼祟祟的？我是来给花浇水的。这花是你送的？我就是觉得它和少卿大人特别的相得益彰，所以。这是什么花？是杜若。又是杜若啊？怎么？还有其他人以杜若色欲招亲吗？喊什么喊？吓我一跳！这花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没有，没什么意思。嗯？采访周喜杜若将以一袭下女。少卿大人，我人呢？哎，哎，来了。吴伯。啊，二位大人。请大人呢？哦，我家大人去衙门点卯了，不在府上。哎，这不是我家二郎的琴吗？你家二郎的案子告破了，我们特来知会秦大人一声。案子破了，那是被何人所害呀？此事等秦大人回来再说吧。哦，多问一嘴啊，这把琴可曾修过呀？哦，修过。前几年我家大人为了不让二郎玩物丧志，差点把这柄琴给摔了，琴弦也弄断了。后来是寇娘续的弦。寇娘？
哪个寇鸟？是之前府内的婢女，日常伺候二郎的，手巧，也懂音律。后来被我家大人逐出府了。不要出声，大人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再等一会儿，事情就了结了。为什么？还差最后一个。他们害死了秦婉，都该死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把话说清楚，不要杀人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我一直都想不通，觉得这个案子背后还有个人，原来是你。你和秦婉自小就认识，是他的婢女，后来被逐出了秦府，因为秦叔觉得你可能影响秦婉的学业，让他耽于嬉戏。那根本就是秦叔自以为的。二郎他只是爱秦，根本谈不上嬉戏，是他容不得二郎一点点自由。那秦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很好，琴弹得很好，说话也很好听，性子弱弱的。可是他除了琴弹得好之外，其实性子有一点慢，读书不太成。不过他也不喜欢。但在秦家，这可不成啊。是。会被打。是，秦如还大的。对，就没有一样是秦叔看得惯的。就因为他，二郎慢慢的就变了，说话变得越来越木讷，人也越来越不利索了。有时候，他甚至连琴也弹不了，因为他的手被戒尺打得太肿。可这样就算了，秦叔还要砸掉他的琴，我也因此冲撞了他，所以被赶出了秦府。后来呢？什么时候再见到的秦婉？那天，他抱着琴，衣服也都被撕烂了，鼻青脸肿的进了门，我差点都认不出他。我这才知道，他被赶出了家门，被追债的追得无处可去，才来找我。我又生气又心疼，于是我把他锁在屋里，锁了7天，帮他把诗给戒了。我还帮他还清了债。用琴？那把琴对于你来说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和人比起来，琴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后来我带着他，住在他的别院里，一株一株的种花，养鱼，栽竹子，慢慢的，把那过成了像人住的地方。我很喜欢二郎，二郎也喜欢我，他还说要娶我，做我的相公。
原来太学中的人说他成了亲，不是虚演的。可二郎终究是被我害死的。他好了以后，托鸿胪寺卿求情，回了家，见了秦叔。他想让秦叔原谅自己。二郎他没有什么别的心愿，他不过是希望他娶我的时候，秦叔可以给他证婚。二郎他还是忘不了那点对兄长的如母之情。他就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。可秦叔并没有理会他，我也觉得无所谓。我觉得只要我们二人可以过安心日子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可有一天，二郎突然说，他想要温习功课，重回太学。他想要求取功名，给我们一个前程。他是想让秦叔承认自己。他说要进行温书，我便是支持的。我便没有再去院子打扰他。过了些时日，我还是放心不下，去院子看他时，却发现他在炼药。50散？对，他骗了我简直要气疯了。我问他你为什么骗我？他说他当时一回家，杜城和那个药贩子马上便找上门来，他们逼他重新练50散，不然就要对我不利，将我逐出神都去。他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，所以从容他们。不仅如此，秦完他想跑，被他们抓回来拴在院子里，就像狗一样。他们不许他离开，直到他屈服为止。我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，我就想要带他走，带他离开那个院子，离开神都。可这时候秦叔他又来了。你们真的想不到，堂堂一个国子监祭酒大人，他说出来的话有多脏多难听。他还让秦婉一起骂我。秦婉怎么做的？他让我走，让我离开神都。这是你的东西，滚！二郎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毁了他，走，走，滚！快滚！滚！滚出去！快滚！我走了之后，一边心中凄苦，一边在想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秦完他已经把药炼成了吗？我隐约明白了什么，便折了回去。竟然是他自己。他们为了挟制他炼药，以我威胁还不够，竟然逼他重服50散。二郎曾经跟我说过，他如果再服，就自绝于世。我还说要他一言为定，可谁想到会一语成谶呢？我当时看着二郎，心里竟然没有一点点难过，全都是恨。所以你要报复？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蹊跷，为什么秦完刚一回到家，杜城和那个药贩子便能找上门来？于是我找到杜城，用秦完留下的药引他说出了实情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指使杜城和那个药贩子的，根本就是秦叔。而一开始给秦完服食的，也是秦叔。怕的时候
秦叔给秦婉吃的，便是他平日里服用的午时散。而秦婉离开家之后，他也一直监视着他。杜成就是他的眼线，而那个药贩子就是平日里为他治午时散的人。禽兽，衣冠禽兽，傻的还是秦婉。他一直还以为秦叔是一心为他好，哪怕他离开家自己治午时散，也是想要炼制好自己的药。可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病，而所谓的药根本便是毒。你才是秦婉的药。秦叔不过是想控制秦婉，才用了这么恶毒的方法。简直是匪夷所思，这种人确实是该死啊！我并没有杀他们，我在秦帕里撒了药给杜成，他就自己吃了。赵大仙没找到药，又从我那儿把秦抢走了。他们说那药是丹，仙丹，包括秦叔也这么想。那秦里面的药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他们，药藏在秦里，这样他们才会更加相信，那是秦婉炼出来的药，争着抢着去吃。两位少卿大人，那个国子祭酒秦叔秦大人他不治身亡了。果然不是药，是毒。这世界尽头的光亮，在那乌云之上的远方，黑暗的中央，我跨过蛮荒，找寻它光芒。山中人稀方杜若。我在长夜流浪，也幻想，等不到天亮，也无需彷徨，有你心中的太阳。每当地上的人睁开双眼，真正仰望为民的恒星的微光，是多少愿望用同一个声音在歌唱。关关雎鸠，载荷之舟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好事。这个案子最终能勘破，全仰仗上官少卿找到了诸多线索。这个案子就别算在我头上了，一路上还是阿里巴巴相助，算在他头上吧。听我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放贷的做了什么。我只是失了些钱，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水到渠成，真会说呀。你老看我干什么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那个道士。那个道士怎么了？几年前，礼部尚书病入膏肓，遍寻名医都无计可施，到后来却被治好了。其中有个郎中，我查过了，就是那个道士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
你这什么呀？没头没尾的，你就没想些别的？想什么？你很危险啊，崔北。什么意思？我感觉你常常强求于自己，说不定有变成秦完的可能。你要小心呐，你很危险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负实啊。别，俺来给你张灯。咋了？是还有啥事儿没解决吗？很多啊，肚子虚，假丝头，龙王庙那个留下记号的人，还有案件一开始那只留下脚印的猫。我总觉得这一路上的案子，都像有人故意引导我们。啊！往上点儿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再往上点儿，往上点儿，你再往上点儿，还往上？哎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高了，高了，高了。哎，要不你来？我要能够得着，用你啊！哎，不是，这啥味儿啊？能干啥了呀？哎，忍耐一下，习惯了就臭味相投了。哎，总算是布置完了。不是，姐，那到底是干啥了？又是熏香，又是挂镜子了，寒食也没这习俗啊？不是寒食，是清明。清明也没这习俗啊？别处可以没有，我们大理寺得有。对，你不懂了吧？清明要避煞鬼，不然你会厄运缠身的。厄运俺知道，这煞鬼是个啥呀？来，进屋。走，给他讲讲。行。哎，干啥了？干啥？干啥了呀？过来。就是一种小鬼儿，一旦缠上的话，你就煞气缠身，霉运不断。而且任何常人遇到的事情，只要在煞气缠身的人身上，那就会变得异常不顺。给我来份虾汁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客官，虾汁卖完了，换成烩羊肉吧。烩羊肉也卖完了，是否有愉快？愉快有。哎，那就愉快吧。您稍等，客官。客官，鱼也没了啊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？没有。而且不仅仅是他，连带着身边的人也会受到牵连。啥牵连啊？倒霉，会倒霉。小心！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啊！谁呀？这虽然说是无伤大雅的小事，但据说，一到清明这一天，煞鬼会获人们悼亡的煞气加持，这种霉运会变得尤为强劲。咋个强劲法啊？会传染。咋那厉害啊？那有啥办法分辨煞鬼不？这你就问到重点了，难就难在，你很难找出他。一不留神，就会附到旁人身上，而被附身的人看起来十分平常。
们几个都在这干什么？对呀，我刚才找了一整圈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少卿，我们在给陈氏讲故事。鬼故事啊？看来的确是太久没有给你们放假了。陈实，回去了。快去，快去，快！少卿。你刚才肯定偷听了？没有啊。那你咋知道是鬼故事啊？我猜的。这，走了。猜了呀。少卿大人。崔爷。崔爷咋了？你有时间听他们胡诌，不如多花些时间认几个字。别，还认了，还摸了5张字了。哎呀，可听他们说还怪长见识了。哼！哎，别，你说真有杀鬼吗？君子不与怪力乱神。可姐他们说了跟真的似的呀。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你也不能信啊。那都变成猫，那还有啥不能信了呀？别，那万一遇到杀鬼咋办呀？疑心生暗鬼，明白吗？不懂，啥意思啊？心里有了畏惧，才能看见鬼。哦，明白了，就是俺只要不害怕，就不会遇到杀鬼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哎，天不早了，休息去吧。走。哎呀，那就没事了。哎呀。别，俺还是有点怕。快去睡觉啊！这种，别。别，别，别，你好像染上风寒了。咋回事啊？这窗户，咋漏风了？俺记得昨天晚上关。不行，俺去煮点姜汤去。陈实，哎，姜汤再加萝卜丝，去火，驱寒。好，谢谢再说。够了。什么够了？放，再放，全放了，全放上。哦，知道。哎，这就对喽。哦，好，谢谢再说。这真奇怪了呀，好大的姜味儿啊！不是大清早的，你煮它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不别都风寒了吗？那你刚刚嘀咕什么呢？哎呀，俺就是觉得冰爷这次病了有点奇怪。
昨天晚上俺走的时候，明明把窗户关上了，可别野还是吹着风了。哎呦，少卿不会碰见崔贝了吧？啊，你咋知道了呀，宝爷？真的啊？恁不知道啊？俺们出去的时候，正好碰见崔爷低着头，他没说话。我跟你说，我也想知道啊。别。少卿，其实崔贝就是故事里煞鬼缠身的人，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当心。你觉得本少卿会信吗？是真的，我们也是深有体会才说的。不信你问他们。算是有一点吧。我可没说啊，我王其命硬，一般怪的东西进不了我身。那你还配合我去会？我那不是以防万一吗？因为崔贝一到清明的时候就怪怪的。清明？对，前年清明的事你们还记得吧？对，就是我们一起入寺那年，也是清明那天夜里的事儿。别走，没走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没事。第二天起床，我们所有人都昏昏沉沉的，跟撞了鬼似的，几乎下不去床。只有崔贝没事。怎么了？上次查案在太学，有一个崔贝的老同学说了好多奇怪的话。好了，都是无稽之谈，越说越没谱了。少卿，不是我们针对崔贝啊，杀鬼的故事还是崔贝自己说的，他还跟我们说清明的时候离他远一点。他自己说的啊？这我记得，是去年临近清明的时候崔贝说的，只不过清明当天他不在寺里。说起来，今儿好像没见崔爷啊，他一大早就出去了。昨天晚上撞见他的时候，好像也是躲躲闪闪。他这是有意在躲避啊。这是为啥呀？他找袁先生算过八字，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啊？阳，这边买卖成了，官差来了。哎呀，少卿，不是，你们怎么就这？袁先生，你别紧张，我们少卿就是想跟你打听点事儿。想打听何事啊？崔贝。崔贝，大理寺明镜堂的崔贝，是不是来找过你？哦，我就简单给他算了一卦，他呢八字特殊，命带煞气，故而气运不佳。我看你是信口开河，你这摊子你……是少卿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当时啊，就跟那位官爷说，谁的这命数里边都有点不吉利的东西。我安慰了他一下，但是他坚持说清明当天晦气尤甚，那我可有消解之法。你是如何建议他化解的？那我跟他说，那最好清明那天就远离人群，到阴气重的地方去，比如说山的北面啊，自然可以安度这一天。其实嘛，这在屋子里待久了，你出去透透气。原来崔贝出走是拜你所赐啊！官爷，其实啊，很多时候人们来求卦，那并不是说真的要什么解法，他们也知道没有什么真的解法，对，只是想求一个安慰。我在帮助他们。懂了，信口开河，巧言令色。一口官话，您说的是缺了拐弯的。夸我，他夸我呢。原来他清明故意避开我们，是怕对我们有影响。难怪连照面都不打就走了。
我们忘恩负义，背信弃义了，差劲，太差劲了。崔贝应该是有什么缘由，不然为何单单介怀清明啊？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呀？那俺们去找崔爷吧，他既然躲起来了，咱出去找他不就中了吗？哎呀，说是这么说呀，上哪儿找去啊？咱们可是大理寺的门面，明镜堂的精兵，就连穷凶极恶的犯人都逃不出咱们手掌心，更别说一个小小的崔贝了。少卿出马，一个诸葛亮加4个臭皮匠。那快找吧。啊，多看看有什么线索。书架上面是。陈实，看柜子里还有什么？啊，中。少卿，你果然是中了。他只提过要去山上，但没说具体是哪座山。哎，我们也没追着问。他拿了2件衣服，又打了包袱。啊，这是要过夜呀？他去年也是清明后回来的。哎，我记得他回来的时候，靴子是湿的。应该是被晨露沾染。1天1夜，能步行去的地方并不多。啊！天池山啊！李少卿，何事啊？李少卿，这按说今日尚在休沐，追捕逃犯之事不该麻烦少卿。可是那逃犯已经逃入山中，上官少卿此刻也不在寺中，所以还需少卿受命，也好吩咐下去搜山。哪儿来的逃犯？啊，前些日子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打了个晴天霹雳，刑部的牢房就塌了，逃出了很多要犯。怎么这么多事？打雷了？但是大部分都已经缉拿归案了，就这一个一直在逃。此人之前犯过什么案子？是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，抢了不少官银，也杀了不少官差。但是这赃物啊，一直没有找到，也没有发现同伙，所以就一直押在牢里。逃犯还是得尽快缉拿归案的。得令。等等。哦，少卿，你刚才说逃犯上山了，上的是哪座山？东边的天池山。真是啊！快！你确定他上山了？他携了一辆牛车到山脚下便弃车了，应就是为了进山而去的。备马，让你们的人先别搜山，我们亲自去搜。快去！我来帮你。哦，是。还没撤完，去天池山。走，你自己来。快点！哎，等我一下。哎。逃犯就是从这失去踪迹的。这光上山就有3条路，也不知道崔贝走的是哪条路啊？哎，我们不找崔贝啊，我们找逃犯。崔贝今早上的山，肯定追不上，但逃犯是刚上山的。哦，所以只要追上逃犯，就能让他不伤害别人，遇见崔爷。这个逃犯为了躲避追踪，肯定不会选大路，一路奔逃，体力消耗。那条路太陡了，他也不会选，那就是这条。走。少卿，我们……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拦着我干嘛？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人家少卿都说了，不相信晦气，你还提，这摆明了自讨没趣嘛。我不是怕突发意外吗？没事儿，没准少卿跟我一样命硬呢，相安无事也说不定呢。啊，不可能！走，哎，你慢点。哎，少卿，
还是那棍子探路吧。没事，小喜我开路，跟上。哎，这，不是，少顷抓住！破地儿，这是，别！哎，少顷，我怎么了？我探过，没蛇。不是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马粪包，这马粪的味道。真是。少顷到底采到什么东西了？这是蘑菇，做药材还怪好了，就是味儿有点大。有味道吗？没闻着啊。少卿，您不是风寒了吗？闻不着味儿很正常，很正常。现在呢？好点没？好多了，别。走吧。等等。我刚才采到几个来着？1个2个别。你们几个没有采到过吗？所以少卿你是真倒霉啊！没再说这个。你们看这儿，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人采到了。少卿的意思是逃犯，那说明逃犯走的就是这条路，我们没有选错。走。好。这是少卿，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个人开道吧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怕我影响你们啊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要倒霉也就一个人，我是担心少卿你什么呀？疑心帮神暗鬼，不用担心我。这少卿，少卿，这儿能上山。走，慢点啊！少卿，别跑啊！闪开！起来吧，马蜂都走了。还好，都没被蛰着。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少卿，你还是只有少卿啊！我应该就是离这马蜂窝比较近嘛，所以也不是什么坏家。少卿，你不用非得和我们解释。我就是说一些实情嘛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马蜂窝出现的比较奇怪？难道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的？不然我们几个就那么走过去，他平白无故掉下来啊？哎，对啊，我光顾着躲了，都没注意啊。是逃犯专门放在这里，如果有人追他，就会被马蜂袭击，追他的人只能换路上山。不过这反倒提醒了我们，他就是顺着这条路。走。木叔，走。崔居士今年又来了，房间已经给您留好了，还是去年住的那一间，也有斋饭。多谢张真人。不必客气。那我们是先行去会，还是……我先安置一下，
稍等，再劳烦张真人施行仪式吧。也好也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方才在山门口捡到一物，推想是真人的，便带来了。是在山门外吗？是。还真是我的，多亏了崔居士啊，否则呀，怕是我自己都忘了。啊，晚些时候我还要入林采药，若居士不介意，我们还是早点去会吧。等张真人忙完，叫我便是。崔居士，贫道已经准备好了。张真人，我马上便来。好。慢！好了，如此，便结束了。好像比去年的法子更简单一些。崔居士不必担心，去会效果无益。张真人，我许诺供奉的银钱少了几两，是否会有影响？崔居士啊，无碍的。在野外这种事很正常，别总拿煞鬼说事啊。可是都2次了，而且就是冲您啊，少卿，您怎么就不信我呢？什么信不信啊？这种事再一再二很正常，不可能再三再四。哎，少卿，你千万不能说这种话。没事啊。这些树挡着，咱们什么都看不见了呀。得找一个高一点的地方。哎，少卿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哎，少卿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啊。别，你还是小心点吧。哎，少卿，小心别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没必要。小心别。应该挺结实的啊。少卿，你慢点，少卿小心。小心！哎，怎么样啊？什么事儿没有？我不是猫啊！走了，走了。走开呀！少卿，这下好了，真出岔子了。
我都说让少卿别把话说死，他非不听，结果我没事。啊，有猫啊，有猫！你咋从树上掉下来？少卿，你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这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？哟，哎呀，哟！真是猫呀！哎，这只猫好像很喜欢少卿啊。我知道翠薇去哪儿了。啊？这只猫是人养的。啊，确实啊，挺干净的，不像是野狸子。既然是人养的，那养它的人家应该就在附近。我在上面的时候，你们看那儿，那儿有个道观。道观聚阴，崔贝去的准是那儿啊。哦，对，之前崔爷还让给他买阴黄纸，肯定是抄经用了。走。哎。你是？我找人。这观中只有一个张真人，你是来找他的吧？啊。哦，张真人方才去观后采药去了，估计晚些时候才会回来。那我等他吧。这边请。厅中有茶，在这里稍等一下吧。你干什么呀？烫死我了！烫死我了！我也没想到你会突然碰他，他上得有流水符。等一下，快点啊！来，好点了吗？你给我敷的什么东西啊？清水啊！这是水吗？怎么还火辣辣的？我刚才从伙房拿的，好像包了胡椒。你不是捉弄人吗？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再给你取点过来。不用。天色已晚，大姨我困了，这儿有地方睡觉吗？有，请跟我这边来。赶紧的。我也暂住院中，若是有什么事，叫我便是。叫你还不够晦气啊！哎，赶紧的。是，这边请。慢点啊！这边，来。果然是因为供奉钱不够，才导致聚会效果不行的吗？
怎么烧起来的？哎呀，那里面还有个香客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，我想想办法。快！啊！往我身上倒水！啊！小心！崔爷，来！先把他带去大堂，喂点水，应该一会儿就能醒过来。是。1、2、7，看住，是7。来，走。崔居士不必自责，此事责任不在于此。话虽如此，但若是我能发现的早一些，许就不会烧成这样。倘若我昨天不在这里，或许都不会有这场大火，也未可知。居士何苦这样想呢？少卿大人，不知可否陪我们去起火的房间看看？自然。请。请。这就是着火的位置啊！都是怎么布置的？这间屋子和我借宿的那间布置基本相同，床头都是朝东。进窗的位置是床尾，这布置不奇怪吗？居士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灯放在床尾，超人不晃眼睛吗？哎，对呀，那躺下的时候晃眼，眯的时候也不好眯，应该放床头啊。也许这位居士习惯特别些呢，也说不准呢。是吗？各位居士啊，这里面灰尘太大，我们还是外面说吧。好，请。哎，贫道方才竟一时失了神啊！多谢。真人不必难过，神都道观众多，若你不嫌弃，我可以代为引荐，让你转投他观。不必劳烦，以我之能啊，照顾一个小小的道观尚可，换做其他地方啊，可能还不适应呢。真人过谦了，不过到底是不适应，还是不方便？居士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贫道没有听明白啊。若你真想在这荒山野观中一躲到底的话，真的不应该放这把火。放火？居士的意思是我放的火？我怎么可能烧自己的道观呢？如果是被逼急了呢？那人是前些日逃狱的犯人，他为何不为路远专程来你这儿？原因你心里应该清楚吧？逃犯？他是来找你的，原来你们认识？不只是认识吧，应该还是关系匪浅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是旧案同谋吧？你藏在这儿，难怪官府的人找不到啊。是不是误会了？是不是误会了？等我说完你再辩解。你俩应该是劫了一批官银，
然后在分赃的时候，他被捕了，你逃了出来，带走了全部的官银，就躲在这儿，成为了一个野道士。我有说错吗？居士，这一通故事是听着很好，可是有依据吗？我们这一路上山，可是有不少的发现啊，比如说赃银。我的银子，我的银子，我的银子，别动，我的银子！看好了，这是今年新铸的银子，大理寺刚发的饷。炸你呢！别动！来走吧。我的银子，走，我的银子呀！少卿，你们怎么自己上山来了？追捕逃犯，应当派人搜山才是。反正不是放假吗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踏青。是吗？即便是不抓捕逃犯，我们也是要上山的。俺们就是来找崔爷了。找我？啊？谁让你一声不吭就走了？了无音讯，让我们一顿好找。我以为你们……你以为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个季节啊，还是山上风景宜人。都踏青望清明。我想起来，我爹以前在清明节的时候也曾带我去踏过青。时间已经过去11年了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看过这些景色。谢谢你们来找我。我总怕别人介怀我命硬晦气，所以在别人开口前，我总会提前避开他们，想与人保持距离。只是离开太学，都是孑然一身。阿爹，不要走！这是公务，咱们也还在等待朝廷的救济啊！不许走！不许你走！你要是走了，就
干什么？这就是那个有名的煞鬼崔贝，听说他又得了头名。嗨，这种天煞孤星之所以成绩这么好，说不定大家就是因为受他的影响才这么倒霉的。就是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我时常都会梦见他们，但每次我只能看见他们的背影。别走！我就在想，别走！是不是他们在埋怨我，才不愿意在梦里见到我？像我这样的人，天生就招灾惹祸，真的适合留在大理寺。说什么傻话呢你？我听你说这么多，我觉得你父母如此疼爱你，你怎么能说他们怨恨你呢？我倒是有点担心，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我们，所以才差点遇险？毕竟若非顾及我们，你也不会独自上山；不独自上山，便不会遇到贼人相争，受到牵连。怎会？我怎会如此想？那不就行了？什么煞气晦气，皆是由你心里所起。今日观中大火，怎么？难道要怪自己没能未卜先知？但若非是你，那名香客早就葬身火海了。那对他而言，你是福星啊！啊？你总说自己时运不济，访克他人。那你换一种思路啊！若非是你常常遇险，所以以后屡屡遇到险情的时候，才可以得心应手，泰然自若。你呀，熟读各种典籍，什么奇案要案的详情都可以倒背如流。但唯独这个案卷，显然是很多年以前的，一直放在你的案头。看痕迹，为何没有打开过？是因为里面记录了你父亲的死因，你不敢看，怕里面记录着的是飞来横祸，是自己客死的父亲，所以你一年又一年的对着案卷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死生有命，想要放下这一切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打开看看呢？那这样吧，我以大理寺少卿的身份，命主簿崔备核实这本卷宗的案情，若有错漏，捋清查明。